如果上天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不会让悲剧发生。我重生了。小妹妹我都喜欢你，没想到你竟然变成女高人那个废物！他吃了老子同样的姐姐，老子就当着他面把你给杀了！是。我保证，别让你死！女高人，你他妈找死你！你们要把他全了，我保证给你。好，老子后天来收钱。如果要是收不到，不仅是你媳妇儿，你这个房子也归老子！你给我等着！你又把我的媳妇儿，谁让男人把自己的媳妇儿给输了呀？我没有。妈妈不哭，小雪藏的，妈妈吃。对不起你娘俩，我给你发誓，我之后再也不赌了。我想办法让你们过上好日子。这么多信息要来。快来！这是我在山上采了3天，好不容易才采到的，全靠他补贴家用了。你能不能不要拿去赌？听我说，我知道一个能挣很多钱的地方。钱是村里的大壮，去城里卖药赚了一大笔钱，在村里干的最好。老婆，你放心，我发誓以后不会再赌了。哎，大壮，李高爷啊，你今天怎么不去赌啊？对，你干嘛去？我这不是采了点药，我怕乡下卖不出去，我去城里试试。现在胆子可以呀，你有行医资格证吗？行医资格证啊？没有。你没有还敢上城里？想让人逮你啊？会吗？现在人城里都要这个。你这样，我这个表哥啊，在市里医院他有路子，我这不给他送药去吗？这样，你把这些卖给我，我卖到我表哥那儿，这省着你跑远了不是？也是啊，是吧？那你看我这个值多少钱？你这些在咱们这儿也就5块钱，你这样8块，行。行了，走了啊。好，那白菜呀！哎，光走路就花了3个小时，希望能早点卖出去。来，瞧一瞧，看一看了啊！当归枸杞，纯绿色产品啊，纯天然无公害，健康养生，年年益寿啊！哎，大兄弟，什么是健康养生啊？对啊，绿色无公害，这名字听着有点新鲜。嘿嘿，我跟你说啊，这都是国际上新出的标准，而且这些全是我自己家上山采的，绝对纯绿色无污染，而且坚持泡水喝，保你这个身体健康。我看看。哎，兄弟，这个东西泡水喝，它能重振雄风。哦，多少钱？这个5毛啊，通通5毛钱啊！过来吧你。哎，好，我别啊！有。好嘞。哎呀，天都不早了，这回去买点肉，犒劳老婆。哎呀，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爸爸答应我们说他会回来的，我们再等等，好不好？彩珊啊，别等了。要我看呢，这烂赌鬼今天是不会回来了。王嫂，他答应我了，说以后再也不赌了。你是信那个烂赌鬼呢，还是信太阳能打西边出来呢？彩珊啊，听嫂子一句劝，赶紧跟那烂赌鬼把婚离了。是王嫂，我说你咋不听劝呢？这眼看都吃不着饭了，咋的？非得等那个赌鬼把你们娘俩给卖了？嫂子是过来，要我看吧，人家许成确实挺喜欢你的，
就是心急了点儿。许家从咱村搬出去，定居城里，人家趁好几十万呢，人家出门开的啥呀？开的桑塔纳，别说咱村里了，那就是城里也没几个人能开得起啊。既然你那么看好许成，那就把自己男人休了，你跟他跟许成过去呗。爸爸，哎呦喂，你这个烂赌鬼，你都把彩珊输给许成了，咋还有脸回来呢？要不是人家许成心眼好，早一巴掌把你这烂赌鬼给呼死了。嫂子，那许成根本就是个流氓。要我说呀，你就是让这个烂赌鬼给祸害完了。哪个男人跟你一样啊？就是那村头的狗，也知道护着自己的主人叫唤2声。你呢？啊，连狗都不如。闭着你嘴巴！我自己媳妇儿我自己管。这许成给人有急了不行啊！你来我家嘛就是，光你自己男人的。什么人啊你？你是不是又去赌了？你哪来那么多钱？喂，爸爸，你说这个呀？你干什么呀？这有46块钱，我卖药挣的。哎，我都说了我不去赌了。你还说你没去赌？那点药材怎么可能卖这么多钱啊？所以我没在咱村里卖，我出城去了。你不信去问城里的人打听打听。小雪，爸爸答应你以后再也不赌钱了，之后啊都能给你买肉吃。有肉吃，那我跟妈妈是不是就不会饿肚子了？还吃吧。你干嘛去？你不是说那药材在城里赚得多吗？我现在再去挖点去，要不然这后天怎么还钱呀？那可是200块啊！哎呀，媳妇儿，你说也不只有卖药这一条路嘛，一天几十的挣，到了后天也挣不了200。那除了卖药材赚钱，还能有啥办法呀？啊，媳妇儿，你就陪小雪好好睡一觉，明天早上你男人带你吃这么大餐。你不跟我们一起睡啊？今天的事儿，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我等你原谅。高远，你不是要赚钱吗？你带我来这玩具厂干啥呀？这里不就是挣钱的地方吗？前世的时候，我记得镇上的玩具厂倒闭了，算算日子，没几天。小二嫂子，哎，别进！李高远，你这村里有名的烂赌鬼，来我们这儿干嘛？滚远点！这没用的废物，把自己老婆都输给别人，你还是不是男人啊？大妹子，你干脆让他等死算了，姐再帮你介绍一个好的。哎，我今天不是跟你们吵吵这个的啊，厂里还有多少玩具没处理啊？小妹，你买这么多玩具干啥？是不是又动啥歪脑筋呢？哎，行了，你管那么多干啥？全给我包起来就是了。李高远，这要是别人，我白送都行，但是你这赌鬼啊，没门。啊，姐，我们有钱，保证不欠你的。你这赌鬼最近运气不错呀。行了，有钱也不是不能卖给你，勉强一个3毛。哪有这么贵？我就是坑他。你确定要这个价格？嫌贵？嫌贵你可以不买啊。高远，这咋办呀？行啊，那我们就不买了啊。3条腿的蛤蟆难找，但是2条腿的卖家遍地是。媳妇儿，咱走。本来就不值这个价，常常让咱销毁呢。现在好了，1毛钱也赔不到。高远兄弟，低价卖你。哎，你看这有几百个，算你50。我这只有40，还有那自行车借我。那不行，谁知道你这赌鬼会不会把我的车拉去卖了？那我们就不买了啊。哎，姐，我保证看好你的自行车，实在不行，到时候去我家搬东西抵。想什么呀？那个自行车借给你们，但是你们一定得还啊！不还，别怪我上门闹事儿。说了啊，我们走了。慢点啊，下雪路滑啊。好。
高远，咱们所有的钱都买玩具了，这卖不出去咋办呀？放心啊，不是有我在。高远，这在城里真能卖出去啊？你瞧好吧。妈妈，我要这个。这个多少钱？啊，1块一个。1块，这么贵，你咋不去抢呢你这摆一天摊也卖不出去。走。高远，这1块钱太离谱了，这卖不出去啊！媳妇儿，咱们的顾客不是他们。这天色也不早了，咱们真能凑够200块钱啊？这些玩具多少钱？哎，你听说了吗？城里有个姓沈的娘们儿，在咱们村里啊买了几百套真正玩具，送给了香港的客户。说啥？就喜欢咱们村里生产的东西，还说那边买不到。我还听说村东头老杨家一下卖了几百件，昨晚都喝嗨了。行了，来，赶紧压钱了，来。啊，老板，不贵啊，1块钱一个。高远，你要价别太离谱了，好不容易来个客户。行，这玩具质量怎么样？老板您放心啊，我们这些玩具都是拿外国最先进的机械缝制的。你看这纹路多细致，咱不说10年啊，7年8年，保证没问题。行，那都给我包起来吧。哎，好。哎，沈总，您刚决定购买针织玩具，但公司门口就出现了小摊贩，您不觉得可疑吗？咦，我反倒觉得是个送上门的好机会。这里刚好是500块钱，不用找了。可是我们也没有500个针织玩具啊。老板，这样，我们做生意也讲究过诚信。你看，一下拿了我们这么多，这100给你，450个，那50个，那我送你。你这人还挺有意思的。那这样吧，我是江城沈氏药业集团总裁沈玉，这是我的名片。如果有机会，我还会再跟你合作。谢谢老板啊！来，哎呦，慢点啊！快走啊，等会儿天还下山了。高远，那你们到底啥来头啊？这500块说给就给了？不知道，我感觉以后还能和他合作。哎，等，还有，这不是那针织玩具吗？你还留了3个？你看啊，这个蓝的是我，这个粉的是你，这个小不点儿是咱家小雪。我就像咱家顶梁柱，就和这个熊似的，保护你和小雪。你就别哭啊！我知道我之前混蛋，但我不是发誓我之后再也不赌了吗？我好好挣钱，给你和小雪最好的。好，看在小雪的份上，我就再相信你一次。走，美女，上哪儿啊？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开在春。媳妇儿，你先回去，我把车还了。高远，咱现在有钱了，要不你把玩具厂的10块钱补上吧？大家都是这么相亲的，我也希望大家能改变对你的想法。行吧，还是我媳妇儿好。我去了。小打手，你爹妈呢？啊！市长，你放了我女儿！小雪。他奶奶的，蔡珊，你可让我好等。市长，见你冲我来呀！你还是不是个人？你居然对孩子下手！要怪就怪你那个土匪丈夫欠我200块钱呢。不好，钱都给高远了。不是说好明天给的吗？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老子想什么时候来要就什么时候来要。我看你是没钱还了吧？啊！小雪，你爸啊。不就是200块钱吗？等高远回来了，我就把200块钱给你。不就这200块钱吗？唐在生，你是不是跟李高远那个废物待在一起久了，脑子坏了是吧？200块，你知道200块是多么一大笔巨款吗？高远马上就回来了，钱都在他那里。蔡珊，别说今天，就是给李高远那个废物2个月，他也挣不到200块。我看你还是老老实实的让我爽一爽。
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看到你被我压在身上，求我给你的解药儿，你别过来，他马上就回来了。哦，那正好呀，如果你愿意，我可以让他看着咱俩一块快活。你真不要脸！我就是不要脸。那人干啥？还没把这小懒弄走？你挣扎呀！你叫的越大声，老子越兴奋。你个烂赌鬼，还敢回来？正好，我今天就当着你的面把你媳妇儿给上了。放开我女儿！都给我上！给我打死这个狗日的！老子跟你拼了！来，许哥，还有刀啊！他奶奶的，厉高远，你他妈有种！死我了！高远，爸爸，坏人欺负妈妈。谢谢别怕啊，我给你怎么着？这干什么呢？许成，这什么情况？说清楚！哟，李高远，几天不见，都有邻居帮你说话了啊！既然这样，他欠我的200块钱，你们帮他还了吧？这没钱就给我老实点，乖乖把唐彩珊送到老子身边伺候我。谁说没钱了？你这个烂赌鬼，当初向我借钱的时候跟个孙子一样，你现在给我在这装什么呢？这样，你今天如果能拿出200块钱，老子不仅不用你还，还他妈的跪下来给你磕3个响头，然后再叫你一声爸爸。许成，这可是你自己说的。真打你狗眼，好好看看，这值不值200？坏蛋！你这赌鬼哪来的这么多钱？不需要知道。你是个男人，现在就给老子跪下磕3个响头，兑现你的诺言。想让老子给你这个烂赌鬼磕头？你想得美！你是想出尔反尔是吧？老子这就出尔反尔了，怎么地？你试试！哎，高远兄弟，高远兄弟，这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这本来就是人家许成的钱，是吧？高远，算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许成兄弟，你拿着200块钱走吧，也别再继续闹事啊！想让我别闹，没门儿！那咱就去当面找村长对质。虽然你搬走了，但是在村里就得听村长的。许成哥，闹大了对我们没好处啊，我们走吧。行，李高远，你给我等着，我一定要让你在村里混不下去。走。高远，爸爸，对不起，回来晚了，别害怕了。那个高远兄弟，你看，本来你说找我们来商量事儿，我看今天也不太合适，要不我跟我媳妇儿就先回了。哎，别，杨哥，今天要不是你在，我还真没有办法了。今天好歹的在家留着吃顿饭啊。我去做饭。哎，媳妇儿，你带小雪去洗澡，我去做饭。去啊！那走。那行，你看这事儿弄的。哎，高远兄弟，太客气了啊！说正事儿啊！这个高远兄弟，你看你今天让我们夫妻俩来，有啥事给我们商量啊？杨哥，我就直说了，我想收购玩具厂。收购玩具厂？你没跟我提过这事儿啊？这不是想给你个惊喜吗？前日许成走了狗屎运，收购玩具厂，赶上了玩具风靡的中国，赚了几十万，让许家身价翻倍。重来一世，我怎么可能听之任之？哥，我知道啊，你是厂里老人，你也认识厂长，我就想你帮我传个话，你帮我讲讲价嘛。这哥你放心啊，只要我收购了玩具厂，你一定是副厂长。那行吧，我尽量帮你想想办法。尽量什么尽量？我看你们2个是喝了2两酒，不知道自己叫啥了。那可是玩具厂，没个7万8万能拿下来呀。再说了，咱们村里有万元户吗？李高远，我还以为你认真赚钱，做出改变，能让彩珊过上好日子了。我看你还是不知天高地厚的赌鬼。就你家这点钱，迟早你也花光了。走，干什么呢？回家。
李高远，你祸害你家没关系，你别祸害我家。嫂子，你别生气，这事我劝劝高远。走。神念。高远兄弟，你放心，我一定帮你想办法啊！你敢？哎呀，高远，那不是7、8百，那是7、8万。我希望你务实点，过好我们的日子就可以了。黑黑的天空低垂，亮亮的繁星相随。高远，你才说过你会改，这还不到1天的时间，你就又好高骛远，你就不能好好过日子吗？媳妇儿，你说你怕我赌博，你不是挣了几十回来吗？你怕我亏了，我不一样挣了几百吗？我怎么就不能挣个7、8万啊？那是7、8万，不是7、8百。我知道我以前是个赌鬼，但是我已经改了。你到底怎么样才能相信我？相信你，别说7、8万，你明天就是能拿回来几千块钱，我就相信你。这可是你说的。行，那你就等着我明天的好消息吧啊！妈妈，你想让爸爸回来睡吗？小孩子管那么多事干嘛？明天还得去上学呢，回去。小雪，等会儿爸爸有点事儿去忙，你先自己上学好不好？爸爸，小雪一定听话。前世隔壁镇的王二狗救了落水的老人，白拿感谢金3万。城南李家投资服装厂，每年10几万一追。哎，可惜路太远了，赶不去啊。李高远，孙壮，哎，你真转性了啊！不但不去排场，还能送女儿上学啊！你今儿怎么了？晚上要不然再去马一局？前世孙壮联合薛成可恶，害我妻离子散，结果这混蛋在后山得到了一株千年灵芝。这不是没钱了吗？你小子还是狗改不了吃屎。那什么，哥还有点私房钱，要不然先借给你。但是你得把你媳妇借给哥玩几天，钱呢可以晚点还给哥。哎呀，哥，那我这当弟弟的不得请你吃顿饭啊？那感情可不。哎，今天还不行，我答应我媳妇了，我送完孩子还得去山上采药呢。喝点又喝不了多少，能耽误多少事儿啊？是啊，也不耽误什么事儿。那你说的，你就得请客。当然，咱俩谁跟谁呀？今天就问出孙壮挖药的事儿，卖玩具厂的钱就有了。来哥，咱哥俩啊，今天好好喝点。你小子开窍了！来，哥，来，敬你，来。哎呀，哥，要不是你太顾家了，这嫂子说什么你就干什么，要不我这小酒天天得请你。可惜呀，今天咱们也喝不多，不然啊，嫂子又得怪你没去采药了。他奶奶的，哥，你少喝点啊，不然你都记不着这个采药的地方。瞧不起谁呢？我采药的地方就在我家山后面，我能找不着地方？后山，这后山地方可不小啊。那你喝多了还能清晰的记得每条路线？我当然记得，从我家山右边上，半山腰上有棵最大的树。树附近老多药材了，要不说还得是哥，敬你啊！那个时间不早了，我得出发了啊！干嘛呀？这么怕嫂子？这才喝几口啊？老子能怕那个臭娘们吗？那起来这么着急干啥呀？我活动筋骨。到这儿，今天咱哥俩必须尽兴。好。哥，再喝点呗。不行，后山的灵芝啊，我喽。哥，你好好睡啊。
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当初孙壮就是来成都偷懒喝酒的，没想到撞上沈鱼。小兄弟啊，这不是卖药的地儿啊，你可卖不出去的。我看这药材不错，我这有10块钱，就当做好事了。小姐，我们该到哪儿去找这千年灵芝来治老爷的病啊？生意这不就来了吗？赶紧走来！不管我的灵芝，赶紧走，别耽误做生意。你简直是狗咬吕洞宾，这灵芝烂到你手里都卖不出去。卖灵芝嘞！千年灵芝只此一颗啊！你这真是千年灵芝？沈小姐，童叟无欺啊！好久没见了。是你，我们还真是有缘分啊！是，真被你等到冤大头了。切！沈小姐，你可不要被这个赌徒骗了，这灵芝一定是假的。假的？这李高远是这个村里有名的赌鬼，整天不务正业，偷鸡摸狗。这个废物能有千年灵芝吗？他说的都是真的。沈小姐根本就不用问，但凡到村里随便打听打听，谁不知道这烂赌鬼的名号？回答我。是真的。李高远，你这个烂赌鬼，这辈子都别想给我翻身！哎呦，哪里的狗在叫啊？你说什么？沈小姐，我是赌徒没错，但是你想想啊，你每次投资是不是也是一种赌博？你这个卖媳妇儿的烂赌鬼，你有什么资格跟沈小姐相提并论？先不说沈小姐，你连给我提鞋的资格都没有。你站到这儿就污了沈小姐的眼，你还不带着你的假灵芝，给我滚蛋！什么时候轮到你在这插话了？继续说。沈小姐，我觉得你大可赌一下，如果赌输了，对你来说不过是钱的问题；如果赌赢了，对你而言的重要性就不一样了。你少胡说八道！你这个烂赌鬼！学长，这灵芝的真假咱们有待商榷啊。但谁不知道你觊觎沈家的财产已久，沈老爷子要是出事儿，那可就大乱了。明眼人可不都看得出来吗？你少胡说！沈小姐可不是这样的。滚！好，你3番5次的坏我好事是吧？我告诉你，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你怎么知道我买灵芝是为了救爷爷？这不是之前看沈家重金求药的报纸了吗？咱先不说这个，咱聊聊价格。李先生这是在坐地起价吗？50万，就算是千年灵芝，也不至于这个价吧？虽说5万在这个年代特别值钱，但江城龙头沈家也不至于得这个，沈小姐，要么你开个价。不能再多了。收购玩具厂迫在眉睫，看来我只能另想办法。 20万，如果李先生同意，我现在就写支票。合着不是2万，是20万，20万。这个数对李先生来说还是太为难了吗？不，沈小姐，看在您是救爷爷心切，我就忍痛割爱。先生果然讲义气，如果这个灵芝真能救爷爷的病，事成之后，我一定还有重礼相谢。哎，举手之劳。手上的现金不多，这次只带了10万，您先拿着，我再给你写10万支票，这10万先生可以随时来取。另外还有3天之后江城会举行招商会，如果你有空，可以随时来看一下。招商会？沈氏药业被假公司的反量，许家合作分销商江城李先生啊，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跟您说，那回见。小姐，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每次关键的时候，这个人就会出现？说不定是天赐的缘分呢。杨倩，
既然为了一个赌鬼跟我谈场子的事，我看在你是厂里最老实的职工，我才答应你。可结果呢，5万就想买我的厂子，你他妈的宰羊呢！厂长，您别生气啊，我们家杨青啊，他不是那个意思。你这个就是讨债抢活呀！我告诉你，徐成给我8万呐！你告诉那个赌鬼想买我的厂子，做梦去！我给你10万，你给我10万，别他妈的笑掉大牙了！滚！你再这样下去，厂长让你得罪完了。我这可是实打实的事，谢谢叔叔。好，哎呀，还真是10万呢。厂长啊，你要是瞧不上我这个赌鬼呢，可以去和那个许成好，我不要钱。哎呀，不，高原兄弟啊，咱哥俩谁跟谁呀？徐层那小子怎么能比上您呢？行，那要是觉得没问题，那咱们就把合同签。好，咱现在就签。得嘞，从今天起，这厂子呀就属于您的了那就多谢了。哎呀，不客气。哎呀，好，那我就告辞了再见。高远兄弟，嫂子真是发自内心的为你高兴啊！哎，高远兄弟，你说你拿下厂子啊，我们家杨青没少出力是吧？你说你是不是？哎呀，你说什么呢？嫂子说的对呀，杨哥。所以啊，那咱们这个厂子，那副厂长就让杨哥干。杨青这个人老实，而且是老工人，他当副厂长，我也能少操心。杨哥，你这样，你先去厂子里清点东西，我过几天晚点就去。那行，好，那个辛苦了啊。好，那我走了，嫂子，你别吃，我走了。行，走了。高远兄弟，慢点啊！慢走啊，行吧，你看你老公把玩具厂给霸下了。吃饭吧，我去叫小雪。你还不相信啊？高远，我知道你想哄我开心，可那是玩具厂，怎么可能一天拿下来呀？只要你呀不再赌博，我们一家3口开开心心的过日子，我就很满足啦。你要是不信啊，你过2天自己去玩具厂看看，你就知道了啊。来吃块肉，我去叫小雪啊。出吧。我是史密斯，为什么不来我家？史密斯先生早就到了，你以为你是个外国佬就能冒充史密斯先生 I should go over there. There are people waiting. I cannot stay here a long time. Do you understand? Hi, Miss Hello. 果然跟现实一样，真正的史密斯先生被当成骗子拦在了门外。假史密斯高调行事，瞒天过海，骗了沈家100万。许成却阴差阳错得到跟史密斯合作的机会，一飞冲天。这次机会是我的了。I'm 李高远 ，Nice to meet you。没事，我来解决。兄弟，别那么死板嘛。以后我们常合作。诸位，今天我来这里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出售花蔻香水在大夏的独家代理权。花蔻香水，莫非是畅销全球的那款顶奢香水？当然。史密斯先生可是全球富豪榜的常客啊，每年利润几10亿。天哪，这么说，谁要能拿到这个代理权，就能一跃成为大夏最顶尖的富豪？那是自然，不过这代理权我们许家拿定了。许成，你当我们沈家是摆设吗？沈小姐，你身边这位史密斯先生假的，而我身边这位才是真正的史密斯人。
这乡巴佬是谁？竟敢说史密斯先生是假的？什么阿猫阿狗，现在都敢混进来？我当是谁呢？原来是你这个烂赌鬼，李高远。你以为你随便找个外国佬就能冒充史密斯先生吗 ？We all know he's fake. You help me. 史密斯先生，你别着急啊。李先生，这话可不能乱说。沈小姐，是真是假，打一下首府热线不就知道了吗？打什么打呀？既然你说史密斯先生是假的，那这样，你让他们沈家别和我争花蔻的代理权，怎么样？不行。沈小姐，再相信我一次。算了，你们都觉得我是假的，那花蔻的代理权我就另选他人。哎，史密斯先生，您别急嘛，我们许家绝对没有半点怀疑您的意思。许成这个蠢货，看来我的激将法让他上钩了。史密斯先生，这里是100万，是我们许家能拿出来的所有现金了，这足以证明我们许家的诚意了吧？徐先生，你真是用心了。那史密斯先生，咱们把合同签一下。好。从现在开始，徐家就是花蔻香水的大夏的独家代理。这徐家是要飞起呀！谁让人家能拿出100万呢？对，来，史密斯先生，呦，慢点，慢点。市首府那边有个会议需要我去参加，接下来的投资我就不参加。啊，哎，那史密斯先生，我派人送您。不用了，市首府那边派来的人来接我。哦，好，那史密斯先生 ，goodbye。许成，我说你是真的蠢啊！沈小姐，现在你可以给市首府打电话确认一下。不用了。自首府的严秘书，这市首秘书都来了，看来这许家真要飞黄腾达呀！来，严秘书是来恭喜许家的。严秘书亲自前来，是为了祝贺我许家拿下这代理权的吗？史密斯先生，您亲自到江城来投资是江城的荣幸。市首府已经准备好了招待午宴，派我亲自来接您。严秘书，你这话什么意思？他是史密斯先生，那刚刚离开的是谁？许成，我刚刚可是提醒过你，那个时候不可能！史密斯先生怎么可能是假的？严秘书，你告诉我，这不是真的，对不对？虽然我不知道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这位才是真正的史密斯先生。那刚才拿了100万走的那个人，不可能！你们都在骗我，你们都在骗我！许成，你现在去追，说不定还能追得回来呢。李先生，这次真的太谢谢你了，要不是你拦着，估计被骗的就是我们沈家了。谁让咱俩是朋友呢？我也是恰巧在商业报纸上看到了史密斯先生采访的照片。史密斯先生手下不但产业颇丰，而且史密斯先生最重要的一层身份是玩具大亨。Dearly, I'm so surprised. Look like you pay so big attention of our cooperation. 当然，我是非常愿意和史密斯先生合作的。如果您愿意跟我合作的话 Of course, I'm so happy of our cooperation. There is I'm pressure to sign the contract with Mr. Lee of Dacia Company right now. 那就多谢史密斯先生了，我们合作愉快。We have one order to place 1 million pieces in 1 month. Can you do it? No problem. There is 1 million deposit. 我代表市首恭喜李先生成为史密斯先生的独家代理方。我要是没记错，严秘书半年后会调任嘉年华晚会，担任总制片。看来嘉年华晚会的第一支广告是属于我李高远的了。严秘书，这个你就说笑了。
这不都是为人民服务吗？哦，我拿下了梦想动画的代理权，自然工人们也要开工了，而且还要招一批新的工人，自然也就解决了他们的生计问题。这不就是为人民服务？李先生大义，若李先生今后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的，尽管招呼一声，严某定会尽全力。那既然严秘书这么说了，那之后可有的麻烦了。不如这样吧，李先生和史密斯先生一起来参加今天中午的招待宴吧。这会不会不太合适啊？Oh, fantastic! Should we go to drink? 抱歉，史密斯先生，我得赶快回工厂安排工人生产了。不如我们庆功宴的时候再好好喝一杯。Okay, let's go drink a cup. 好，算算时间，国际钢铁期货应该就在近期报上。哟，这不是我老同学李高远吗？听说你嗜赌成性，还把咱们班班花输给了许哲。李高远，你可真不是个男人啊！怎么输光了钱，想来我们银行贷款？我告诉你，我们银行就算是贷给狗，也不会贷给你。沈小姐，今天会有一位姓李的先生来你们银行，他是史密斯先生的朋友，叫李高远，请务必好好招待。既然沈小姐交代了，我一定会好好招待她。沈小姐，您放心。胖子，谁说我是来办贷款的？你要是不想给我办业务，就让开。像你这种人能来我们银行办什么业务？可惜啊，我们银行没有专门给赌鬼贷款的窗口呢。我告诉你，我的项目你还不配接待，把你们行长叫出来。李高远，你要不三泡尿照着自己是什么德行，就凭你也想见我们王行长？信不信我叫保安把你的腿打断？保安！王子，你想干什么？王行长，您来的正好，我正准备把这个闹事的赌鬼给赶出去呢。赌鬼？这位先生，您贵姓？免贵姓李，李高远。王行长，这是我同学，因为赌钱把老婆都输给人家了。放肆！大人的眼睛看清楚了，这位李先生可是我们银行最大的客户。不可能，他就是个赌鬼啊！我告诉你，你被开除了！保安，来，把他给我拖出去！王行长，我错了，王行长，王行长，李先生，王行长，我这里有100万的支票，帮我开一个国际期货的账户，并且加60倍杠杆。啊？怎么了？您没这个权限啊？不，我们当然有这个权限，只是这100万外加60倍的杠杆，风险太大。哎，李先生，你想清楚了吗？您呀，就按照我的吩咐去做就好了啊。李先生，我还是要提醒您，目前国际钢材期货全线飘绿，这100万全部投进去，怕是要打水漂了吧？你当然不会知道，3天后国际钢铁会暴涨。王行长，你要是想挣点零花钱的，不妨跟我一起投资，保证你不会后悔。我就不碰了啊！谢谢李先生的好意。行，那我这儿还有10万，你也帮我取出来吧。李先生，这是您要取的10万块钱。那就麻烦王行长了，回见。一起赚钱，我看一起赔光还差不多，只是可惜了这100万。高远说让我来玩具厂看看，难道他真的宠我这里？妈妈，爸爸呢？小雪乖，爸爸一会儿就来了啊。哟，这不是李高远的媳妇儿吗？你俩咋跑这儿做工了？他不是赚了几个小钱吗？高远说他买下了玩具厂，让我过来看看。你说啥？你家李高远那个赌鬼买下了玩具厂？彩山啊，你做什么春秋大梦啊？那赌鬼能买下玩具厂？母猪都能上树了！坏人，你们欺负妈妈！小雪呀，不是我们欺负你妈妈，是你爸爸没用啊！谁让李高远那个家伙不是东西？实不相瞒，我男人啊，马上就是这儿的主任了。你们什么意思啊？副厂长杨青和我男人那可是过了命的交情，只要我们去打声招呼，车间主任那还不是信手拈来呀？妹妹，你要是想进厂啊，我跟哥说一声，哥随时都能安排。你再看我就把你眼珠子挖出来！别打，媳妇儿，我错了。
看你这副骚狐狸的样子啊！你勾引完许成不成，你还勾引我男人了！坏人，不让你打妈妈。红嫂，你误会了，我没那么想。误会，本来觉着你们可怜，现在看你就是活该。你想进玩具厂是吧？好啊，跪下来跟我磕头道歉。什么时候磕到我满意了，我什么时候让你进去。住手！日本人。爸爸，你终于回来了。高远，对不起，我来晚。你是个烂赌鬼，你居然敢打我！你还有你媳妇儿，这辈子没法进厂。别想进厂！你们算什么东西啊？男人，那可是未来的车间主任。说实话，从现在开始，玩具厂永不录用你们夫妻。杨哥，您怎么亲自来了？我再不来，你们把新来的厂长就团队完了。谁是新厂长？这位就是咱们的新厂长。厂长，这个烂赌鬼是新厂长。对呀，杨哥，你可别跟我开玩笑了。李高远怎么摇身一变成厂长了？是啊，信不信由你们吧。高远，你真是厂长，你没有骗我。媳妇儿，我已经痛快减肥了，我答应你，之后我对你会小学好的。爸爸好厉害。真乖。高远兄弟，对不起，是我有眼不识泰山，对不起。高远兄弟，你就原谅我们吧。高远兄弟，哥给你磕头了，我就原谅哥这一次吧。高远兄弟，这个时候山上已经没有药材了，你这个时候解雇我们，不是让我们等着饿死吗？人得讲良心，我男人平时帮了你那么多，你输了钱，他还借给你钱，你就这么报答他的？你咋好意思用这事来威胁我家高远的？我告诉你，我就是这么做。杨哥，来，记住了，不录用啊！高远兄弟，你放心吧。媳妇儿，等着，早点去。高远兄弟，你别走啊！高远兄弟，李高远，你给我等着！高远，你那袋子里装的啥呀？还怪沉呢。我刚说1袋钱就行。别开玩笑了，这要是1袋子钱，不得好几万啊！砸，全都给我砸了！你要把钱找回来！妈，我找我抢，我姐果然藏了私房钱。你干什么？干什么？当然找钱呀！没想到可会是真的。哎呦，你这个赌鬼，最近手气不错嘛！几百块而已，5000块钱少1分，好的钱你就别想娶我。别啊，芊芊，再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给你凑够5000块。妈，你怎么能偷我跟高远的钱啊？什么叫偷啊？唐彩山，我养你这么久，从你这儿拿点钱，给你弟当彩礼，你还不愿意了？还有你这个赌鬼，先前差点把我女儿输给那个许成，我没找你算账呢。现在立刻给我儿子5000块钱，否则休想和我女儿在一起。妈妈，小雪，妈，你松手。彩山，当初是妈糊涂了，才会把你嫁给这个赌鬼。现在妈已经帮你找好了，镇上那个郑权他已经答应了，只要你嫁过去，他就给咱家5000块钱。妈，姐，虽然人郑权哥是个瘸子，但他人老实，而且已经结过婚了，没资格嫌弃。就这么定了，明天你就和这个赌鬼去离婚，一地终身的幸福就指望你了。爸爸，你快帮帮妈妈！约5000块钱，你把彩山卖给一个瘸子，到底是谁更对不起彩山？5000块钱，你说得到轻松？你要有本事，拿出来啊！这个赌鬼当初呀就反对我姐嫁，现在你要敢耽误我娶芊芊，我告诉你，往你吃不了兜着走。5000块钱是吧？行，我给你，但是你们以后不许再打扰彩山。高远，你挣钱不容易，你别给唐钱。哎，你到底是不是我亲生的？居然还帮这个烂赌鬼说话？行吧，只要你拿出来这5000块钱，我们以后绝不再来打扰。你要是拿不出来这5000块钱，告诉我姐必须嫁给郑权哥，给我换彩礼。爸爸，
青姐，有这些钱，我就能娶你了。是我的，都是我的，是我的才对。干嘛？涛姐，你们现在总变成这个样子了。哎，姐夫，你说你有那么多钱，怎么不早说？姐夫，把这些钱都给我，我以后都支持你和我姐。哎呀喂，我的好点心，快叫妈呀！这个家人，我滚！走，都给我滚！姐，长钱，你这废物！青青，哎，你给我回来！我怎么会生了你这个没用的儿子？我们都被李高远这个赌鬼骗了。怎么被骗了吗？你傻呀！你不想想，那赌鬼哪来那么多钱？肯定是为了蒙我们，上面铺了一层是真钱，实际呀，下面全是白纸。好你个李高远，走着瞧！高远，你又是买工厂，又是拿了那么多钱，你跟我说实话，你最近是不是干啥坏事了？你就担心这个？李高远，我在跟你商量，你笑什么呀？我不笑，我不笑。那你还不跟我说，你那钱都哪来的？高远，我还是那句话，我只要我们一家人平安幸福就够了。好了，媳妇儿，我有这么个漂亮老婆，干什么坏事啊？我干的都是正当职业。这还差不多。什么味儿？踩我！赶紧啊！妈妈，为什么今天有的菜是黑色的呀？我知道了，是不是爸爸又出去捣乱了？坏爸爸。赶紧吃，吃饭都总上一个嘴。爸爸，我去上学了。去吧。慢点啊。李高远，妈的，敢得罪我，你还想开玩具厂？做梦吧你！别动，都别动！看你们谁敢动我！哥哥，你敢砸老子机器？赔钱！李高远，你敢打我？你还想让我赔钱？就你这帮破烂玩意儿值几个钱啊？有本事你把我抓起来呀！我告诉你，李高远，你猜他们能关我多长时间？你猜我出来了会不会继续闹事儿？李高远，老子就是让你不得安宁！孙总，你真以为我这是破烂玩意儿？不然呢？这些全部是进口皮鞋，1万一台。什么？1万一台？耿壮，你就等着吧，等巡捕来。行，我等着。李先生，沈小姐，你怎么来了？我来找你，刚好路上遇到了巡捕大人，就一起过来了。听说这儿有人砸了你的东西啊？没错，就是我砸的。怎么着吧？不就是一堆破烂玩意儿吗？有本事把我抓起来呀！还他妈的1万块钱一台机器，哼！这上有1万块钱一台的机器吗？在这儿糊弄小孩呢！老子砸了就是砸了，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有本事就把我抓起来，到时候老子放出来以后，看老子让你安宁不安宁！嘿嘿，你看，巡抚，你听他说什么？巡捕大人，你可都看见了啊！李高远这小子，他就是想讹我，赶紧把他们都抓起来。队长，给我走一趟。李高远，走一趟吧。哎，不对，怎么光抓我不抓他呀？这些仪器都是进口的，1万不过分。哎，记得赔钱啊！呸！你小子净想好事，你给老子等着，等我出来，一定不会放过你。没钱是吧？啊，没有啊。既然没钱，那我们就去你家办东西抵账，在还钱之前，那就麻烦你在巡捕房好好待着。别，千万别！巡捕大人，您这说哪儿去了？这是。耿壮，你真的以为巡捕大人没有办法对付你这种赖皮狗啊？有劳了，走！别，巡捕大人，走！别！李高远，不是，是许成让我来找事的。你放了我，我去找许成，我替你报仇。
李先生，沈燕，快坐。我就不做了。今天来啊，是有正事要找你。这个是竞标会的入场票，里面包含着政府规划的矿山。如果能够拿下它，我们的资产必定超过10个亿。但是光靠沈家恐怕吞不下，所以想跟李先生一起合作。矿山，我没记错的话，前世拍卖的一块废矿，结果被发现是一座金矿。那就期待和沈小姐合作了。那我们不见不散。好。厂长，怎么了？一个月要做50万订单，工人们压力太大，有几个刺头在挑事儿，说是要涨工资。走，去看看。你们跟着李高远的只有位置，但只要愿意跟着我沈干，我愿意给你们每个月1个月600万。李高远让我们1个月完成50万的订单，这不是把我们当机器吗？现在是他求着我们干，凭什么让我们跟他累死累活的？就是啊，就是啊！大家都冷静，工资的事儿不是不可以谈。徐成，李先生本就任务紧迫，你这个时候哄走他的工人，我看你就是存心闹事儿。任务紧迫？难道不是因为他没本事，还要强行独吞史密斯先生的订单吗？李高远，今天你要是不给我们涨工资，我们就不干，还到时候你订单完不成，那怎么办？就是当初可是高远兄弟接纳了大家，给大家一口饭吃，现在你们不能说走就走啊！杨哥，他们想走就让他们走。我李高远不是一个喜欢被威胁。现在想走的人，你们可以跟着许晨走，但是永远别想我。李先生，这个时候如果他们走了，订单可就完不成了。这正是许成想看到的。无妨，各位想留下来跟着我的人站上。反正我肯定不会走的。你们怎么回事？我等着你什么时候回来？李高远，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看到你完不成订单，为史密斯先生问责的时候了。各位，这台仪器只需要10秒钟就可以完成一个玩具。还真像李先生说的那样，倒是我付钱了。太好了，有了这种机器，我们一定能完成订单了。这台机器啊，目前是最先进，只需要工人在边上守着，防止出错就可以。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之后我会把大家工资提到1000块钱一个月，有钱大家一起赚。谢谢老板。怎么可能？10秒就能完成一个玩具？张主任，我也是财迷心窍啊！各位兄弟，我错了，我也不要求你涨工资了，我现在就回来。一次不忠，你可不能爽约呀！我操！他妈的真废！李高，你给我等着，我一定让你付出代价！你爸是赌鬼，你就是小赌鬼。我爸爸才不是赌鬼，我爸爸是全天下最好的爸爸。那我怎么从来没看过他来接你呢？我妈妈说了，你们家没钱，你们活该被欺负。小赌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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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赌鬼。你就是那个赌鬼！我妈妈说了，小雪就是他给我定的媳妇儿，我想怎么欺负她就怎么欺负。你笑出来了，看我教训你！我让你办，让你办，谁让你骂人啊？啊！你敢打我，我回去告诉我爸去。快走！打你们！以前他们欺负小雪，小雪想让爸爸来接，把他们揍一顿，可是爸爸从来没接过。可是今天小雪见到爸爸了，小雪很开心。放心，有我爸爸在，没人敢欺负你。妈妈回来啦，快吃饭，快吃饭。
哎呀，妈妈，小雪今天在学校有没有听老师话？小雪很听话，今天还考了第1名。小雪真棒！妈妈，爸爸今天好厉害，我以后也要成为爸爸这样的人。是发生什么事儿了吗？爸爸妈妈，小雪以后想当巡捕，打坏人行不行呀？行啊，他得吃多一点，才能长得更强壮。来，这辈子我要好好补偿，让小雪考上最好的学校，让她完成自己的梦想。彩然，我想咱们搬城里去吧。怎么突然这么说呀？只有在城里，小雪才能接受更好的教育。而且我们现在生意越做越大，村里地方小，我怕被别人惦记。好，听你的。媳妇儿，你这么同意了？高远，你是家里的顶梁柱，有你在的地方啊，就是家。李高远，你给我滚出来！李高远，你这个臭东鬼，给我出来！李高远，出来！闹什么呢？大家都给我评评理啊！李高远这个烂赌鬼，今天把我男人送进了巡捕司，还趁着我男人不在家欺负我儿子！大家说还有没有王八啊？这李家小子也太不厚道了！不就是做生意挣点钱吗？怎么能那么欺负乡亲呢？就是还给不给我们留活路了？剩下我们孤儿寡母的，太欺负人了你！这突然怎么了？你不用管，媳妇儿。高远，再这么闹下去，影响你在村子里的名声啊！影响就影响呗，反正咱马上搬家了。李高远，我告诉你，我今天非得把你送进巡捕司！巡捕司行啊，我正好啊要找巡捕司去你家搬东西抵账呢。你啥意思？你男人损坏了我的机器，还欠我1万块钱没还呢。我正好找巡捕司去你家搬东西抵账呢。你给我等着！妈妈不就是这个赌鬼了吗？还打我！教训个屁！赶紧走！妈妈，我饿。忍着！王嫂，看来你们也被李高远给害了。小石头，先进屋睡觉。你怎么这个点过来了？这不是森哥，刚好被送进去了。许少，你这样对得起你哥吗？是李高远对不起我哥，我这不是在帮你还击吗，嫂子？只要你愿意，我有的是办法对付李高远。嫂子这辈子就听你的了。行长，咱们那个大客户李高远，前几天60倍杠杆入市，这才3天，可就全部赔光了。我早就告诉他不要心急，可他偏不听，这下好了，不能打死一场空了吧？不是，今天国际钢铁突然要来报账，李高远的账户翻了60倍，整整6000万，一跃成为了咱们行资产最高的客户。什么？60倍？60倍的涨幅？说说，怎么当初就不听他的，跟着头点多好？不行，这就去找李先生。祝贺李先生顺利完成订单。谢谢沈小姐。来，各位，慢点，来，坐。来，各位坐。坐。李高远，你见到陈少还不鞠躬欢迎？这么快就抱上大腿了？敢在我面前嚣张的，你还是第一个呀！就是，各位，咱们陈少可是隔壁海城来咱江城投资公司的，家里资产数千万。李高远，就算你完成了100万订单，史密斯先生的下一个合作对象也只能是陈少，对吧，陈少？ Looks like everyone come here. Looks like everyone come here. 史密斯先生，很高兴认识你啊！快请坐。史密斯先生，我家呀在隔壁有一个100万量级的玩具厂啊。A million deal？ 这明显啊，又是来抢生意的。这姓陈的还真是不要脸，让他们嘚瑟。我家的玩具厂1周
就能生产上百万的玩具呀。所以您呀，大可以和我们陈家合作，我们陈家会拿出最大的诚意的，史密斯先生。史密斯先生，目前生产已经完成了1/4的工期，剩下1个月完成所有，绰绰有余。 Perfect. I have 10 million deal, but pay advance by just 30%. 哎呦，史密斯先生，那您可更得和我们陈家合作了。不说别的，就算他李高远能完成这订单，上千万的成本呐，这能活活把他给耗死。就是李高远，你的玩具厂连成本都出不起，陈少这可是在救你，你还不乖乖的把1000万订单拱手相让？可恶！沈丫头，走。你怎么就知道我负担不起成本？啊！李高远，就你那个玩具厂的规模，还想负担得起1000万成本？你做什么春秋大梦呢？谁说李先生负担不起啊？王行长，你怎么来了？怎么，王行长也是来看李高远笑话的吗？那自然是来看他笑话的，毕竟啊，他马上要把这上千万的订单拱手让人了。对对，看来是刚才期货的钱到账。李先生，你好，这是您寄存在我行的支票。好，多谢。李先生短短时间撬动刚才期货杠杆，其身价最签订上千万的订单，都是你们能够妄议的。什么资产过1000万？这怎么可能啊？这 Dear Lee, you really not let me down. Hope we cooperation all the way. OK， 史密斯先生，你是我最坚实的合作伙伴。这就是你说的赌鬼是吧？你简直是在丢我的脸！陈少，您别生气，我找人跟你消消火。陈少，陈少，你，陈少过来，还不赶紧把陈少扫好？去呀！陈少，陈少，陈少，你好坏呀！我还有更坏的呢。王行长，您说说。李先生，我就知道你肯定会给我们带来惊喜。沈小姐参与了，那可别忘了竞标会。不会忘了。哎，王行长，之前的6000万，你留200万给我，剩下的全部投入原油期货的市场，并且我加60%。啊，李先生，全部投进去啊？你这也太疯狂了！疯狂吗？疯狂才有趣呢。人有个说嘛，高风险高回报。这李先生的魄力，实在让我佩服。佩服。哦，对了，这是我行试发行的银行卡，任意存取款，全市就3张。是吗？看来用不了多久，银行卡就要普及了。没有谢过王行长了，谢。高远，我们就算又搬到城里，也没必要来别墅区啊。这一套房子得多少钱呀？没必要把辛辛苦苦赚的钱花到这儿啊。10年后，这里可是整个江城最贵、最豪华的别墅区。哎呀，媳妇儿，你平时就是太节俭了。那我们挣钱干嘛？挣钱不就是为了花吗？你喜欢哪瓶，咱直接买了。你别闹！唐钱，就凭这几束花就想跟我在一起，咱们的感情就这么值钱啊？芊芊，是你芊芊。是啊，芊芊，我们家唐钱至少对你是真心的。少给我来这套！今天我话就放这儿了，你儿子不给我买套房子，这辈子都别想娶我。芊芊，你再给我点时间，芊芊。李高远，哟，这年头连没钱的赌鬼也敢来买房了。妈，弟弟，你们怎么来这儿了？唐彩山，你这个白眼狼，你还有脸出现？李高远，你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那袋子装的都是白纸，少他妈票！白纸啊！哎呦，林姐姐，你前2天跟陈明阳在一块穿的挺骚气的，突然穿这么正经，我都有点不适应。陈平安，什么情况？芊芊，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啊？你胡说什么呢？你宁愿相信一个赌鬼，也不愿意相信我。芊芊，我肯定相信你啊。李高远，你挑拨我和芊芊，你什么居心啊？兄弟，我话都说到这儿了，信不信
看你自己。站住！谁允许你们进去的？这开的售楼部就是为了让人参观，你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去啊？来这里边看房子的都是身家几十万的大老板，你们能拿得出10万吗？就给我往里走！我可是这里的售楼员，每一单提成都能拿1-2千。你们这群乡巴佬，这1年你赚得到？哎呦，1-2千呢？1-2千我可挣不着，但是1-2千万我倒是可以。1-2千万，李高远，你怎么说自己能挣1-2个亿呢？要真有本事，你当时为什么5000块钱都不愿意给我们呢？妈，那是你们太过分了。高远辛辛苦苦赚的钱，凭什么让唐强给这个女人啊？呸！没钱就没钱，唐钱，你有这样的姐姐姐夫，你不羞愧吗？芊芊，你别生气啊！李高远，你抢着我女朋友了，赶紧滚！唐钱，为了这么一个女人，你怎么跟你姐夫说话呢？姐夫，他就是个没用的赌鬼，就你眼瞎才看。李高远，你要真有点本事啊，就给我拿出10万块钱，拿不出来，我就不认你这个姐夫。10万块钱我倒是有，但我就算给你要饭，我也不会给你1块钱。这里面有200万，给我挑一套你们这儿最好的别墅。什么？你说这玩意有200万？这是金子还是银子？高远，这是啥呀？媳妇儿，这叫银行卡，很快呢，它就会普及全国，到时候老百姓就可以把钱存到卡里，就不用拿着一捆捆的钱到处跑了。你说这玩意里边能存200万，可我怎么连这放支票的夹层都没有看到呢？你做什么春秋大梦呢？就是丢死人了！给我捡起来！什么垃圾破烂玩意你都敢让我捡？信不信老娘给售楼部的人员知会一声，让你连城里的客户都买不到？男的，滚！还不快把这俩垃圾给我赶出去！经理啊，咱们售楼部居然来了2个乡巴佬闹事，还拿了张卡片，说里面有200万。我现在正在帮您把这2个乡巴佬赶出去呢。你是要把我们最尊贵的客人赶走吗？老子晚会儿再找你算账。先生，请守好您的，这贱女人没什么见识，您千万不要见外。经理啊，是不是您搞错了呀？这张垃圾卡片里面怎么可能会有200万？古时候的东西，这是第一批用来存款的金卡，存款额度最低1000万，还得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且整个江城仅有3张。现在你知道自己得罪的是怎样一位大人物了吧？对不起，我不知道这张金卡真不珍贵，求您原谅我。高远，这张卡片上真有1000万啊！我什么时候骗过你了？唐钱，还不快点给姐夫道歉！哎呀，都是一家人嘛，哪也可以的仇啊！姐夫，恕永远不是他人，对不起姐夫，对不起姐夫。姐夫，是我踩高口气，对不起，对不起，你就原谅我吧。这会儿倒想嫁给唐钱了？你们什么关系我管不着，但是唐钱我根本不认识你才对。带我去看你们这儿最贵的房。姐夫，都怪你！李高远，我就不信凭我的姿色，我还拿不下你。芊芊，哎，让我站着！找我们搞掉李高远的钱，别说林芊芊了，就是再漂亮女人不会主动往你怀里钻。可是妈，我真要芊芊啊！你这个没出息的东西！钱也有了，房子也买了，以后能给媳妇儿的生活一定越来越好。姐夫，好巧啊！你在这干嘛呀？陪我？我不是你姐。你不喜欢这个称呼，那我可以换一个，高远，老公，主人。别自重啊！姐夫，人家这里好凉啊！林芊芊，别逼我谈女人啊！姐夫你好坏呀！原来你喜欢强制爱。姐夫，你的胸口好厚实啊！我好冷啊，姐夫，你肯定能温暖我的身体的。姐夫，你可一定不要联系我呀！林芊芊，我不介意和你继续玩下去。放你！我错了。你们在干什么？你们在干什么？媳妇儿，你听我解释，是他。高远哥，刚刚明明是你压在我身上，姐都看见了。
媳妇儿，你跟我解释啊！有什么解释的？我就看到你家在林芊芊身上，还看到你们在亲密的接触。是他一时闯进来，我突然没站稳啊！可能那么亲密的称呼你，我都没有那么叫过你。媳妇儿，你都说了是他叫的我，你看我搭理他了吗？再说了，你要是想亲密的叫我也可以啊。哎呦，媳妇儿，你别哭啊！我改，我发誓啊，以后见着女的我就绕道走，行吗？高远，你现在变得这么有钱，你让我怎么跟你相处啊？媳妇儿，我发誓，我再有钱，我心里也只有你。原来彩山是没安全感。媳妇儿，你看我这么努力挣钱，不就是想给你和小雪一个好生活吗？钱在我这儿一文不值，我心里只有你。那你怎么还跟林芊芊那个样子？林芊芊可是小泉喜欢的女人。我知道唐钱是喜欢她，但是她不喜欢唐钱啊。你知道吗？前2天那个庆功宴，我就看着林芊芊躺在一个富少的怀里。林芊芊她就不是一个正经的女人。那你也不能。所以我说了嘛，是她找上的我，她早对这种行为驾轻就熟了。再说了，我媳妇这么漂亮，我能看上她吗？就会贫嘴。我哪里是贫嘴呀，媳妇儿，你要是上了她的当，那就真顺她的意了。好吧，那看你以后表现。我媳妇儿最好了。时间不早了，我得赶紧去参加竞标会了，等我好消息啊！高远，你又丢下我自己一个人走。哟，李高远，你的钱都投进史密斯的订单了，哪儿来的钱参加竞标会啊？我看呀，他现在就是个身无分文的乞丐。陈平安，你说话嘴巴放干净点。陈少身家3000万，有必要跟你们客气？还不快给我滚出去！哪来的狗一直在叫？李先生说的没错。你敢骂我是狗？我看你是活腻歪！保安，给我把这个人赶出去！谁给你们权力赶人？竞标会的规则，凡是资产低于500万的，一律不得。你想不被赶出去？行啊，拿出500万呢！拿出来！你们简直不可理喻！哟，还是金卡啊！整个江城的金卡只有3张。我许家申请了好久都没有成功，你在这儿装什么大尾巴狼啊？你不信的话，验验去。行啊，只要能验着，老子不仅不赶你走，我还免费给你当板凳使。黄经理，来验一下这张卡。好的。许成啊，你可千万别后悔。陈少在这儿帮我作证，在场的人也都看着，要是验不出来，你就得给陈少舔鞋。好，我作证。不过呢，就怕你不敢比。李先生，这怂了。哎，不用担心。李高远，你就算是有1000万，也早就投给了史密斯先生的订单上。来吧，舔吧。舔额5800万。什么？5800万？才5800万，多吗？这绝对不可能，一定是机器换的。余额5800万。正好啊，这椅子坐成了腰疼，有人给我当椅子，何乐不为？你休想！看来有人不把你放眼里啊！你还不赶紧给我跪下！你是想丢我的脸是吧？你是想丢我的脸是吧？不敢，不敢！早知道会这样，何必当初呢？李高远，你给我等着！等什么？等着试试这椅子质量。穿他的！李高远，我一定会让你不得好死！椅子叫你！
各位，今天的竞标正式开始。易高远，就算你手里资产翻了几十倍又怎么样？你永远都不是陈少的对手。他呀，在我眼里不过就是个跳梁小丑。本轮首次参与竞标的是国家重点规划01号矿山首轮的开采权，起拍价1000万。王总，这01号矿山经专家探测，里边含有大量金元素，这要是能拿下首轮开采权，必定可以将大量金矿收入囊中啊！这矿我要了，我出1000万。身上，李先生怎么看待这块矿？矿呢是个好矿，但是土质疏松啊，很容易坍塌。不管花多少钱拍了，它都是打水漂。前世01号矿就是在拍卖会之后擅自坍塌，导致3年内无法开采。李先生不是在开玩笑吧？沈小姐，你是不信我？那这样，我请你看出好戏。陈少，这块矿的开发权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在场大多数人都是奔着这块矿来的。你废什么话呀？我用你说吗？2000万，2000万，2000万！这位先生一开口就是2000万，还有人要加价吗？这2000万可是我公司的所有资产。海城陈氏果然出手阔绰呀！不出意外的话，这1号矿的开发权一定划开陈家了。唉，还有谁？沈小姐，你不妨跟一下。前段时间听了李先生的话，投资了何首乌，挣了3000多万。这次就当陪许成玩吧。2100万。 3000万。陈平安，3000万可是你们陈家的全部资产了。怎么怕了？价高者得。沈小姐要是想要，继续往上加价呀。李先生，接下来该怎么样？李高远啊，李高远，你有本事加呀！你这个胆小鬼，永远也比不过陈少的一根头发。沈小姐啊，只要你愿意陪我一晚，我呢就可以大发慈悲，让你们沈家和我们陈家共同开采。你做梦！据我所知，3000万可是你们陈家的极限了。 3000万一次，矿是我的了。3000万2次，3000万。 5000万，这年轻人竟然能出价了5000万！我看就算是陈家，也得甘拜下风了吧？陈少，怎么办呀？李先生，3000万可是陈家的极限了。不会啊，我看以陈少的手段，可不止3000万吧？李高远，你他妈简直是在恶意竞价！你给我老老实实待着！这1号矿只能是我们陈家的。嘿，价高者得，各凭本事。陈少要是有本事，直接开价。你这家伙！陈先生，按照竞拍的规则，确实是价高者得。如果陈先生无法加价的话，开发权只能归属这位李先生了。5000万一次。陈少怎么办？5000万2次。李先生，陈平安该不会不跟了吧？5000万，6000万，6000万！你压我陈家全部的资产，李高远，我就不信你还能往上加。李高远，你永远都不是陈少的对手。你果然是料事如神。哎呀，既然陈少这么想要这个矿，那我就忍痛割爱。 6000万成交。好。哎呀，恭喜陈少，恭喜陈少！年纪轻轻就能拿下1号矿的开采权，果然是前途无量啊！陈少，能不能给个机会，让我们大家都参与参与？我愿意投资500万支持陈少。对，至于您的竞争对手，您放心，我们联合整个江城，让他绝对没有出头之日。李高远，我看你拿什么和陈少斗？一帮蠢货！现在我们要拍卖的是08号矿的开采权，起拍价100万。爸，这不是拍卖会上流拍了很多次的那个废矿吗？哎呦，想不到拍了这么多回，现在100万起拍了。也没办法呀，大家都不是傻子，也只能等喜欢占便宜的蠢货来给收购了吧。沈小姐，来了。你这话什么意思啊？前世专家在这块废矿中检测出大量的金元，所谓的废矿才是宝藏之地啊！
当然是咱要拍的矿了。你别看那废矿便宜，但根本没用的。富贵险中求嘛。沈小姐，要不要跟我一起开发？李高远，原来你就是那个爱占便宜的蠢货呀！我现在呢，愿意给沈小姐一个合作的机会，只要沈小姐啊扇她一巴掌，给我一碗。嘿，做梦！不管李先生出价多少，我沈家都愿意出价一半，与李先生共同开发。那就多谢沈小姐信任。100万，成交。08号矿归属李先生。他还真拍了，我还真没见过明知道火坑还往里钻的蠢货。这样吧，我给你一个机会，不过呢，我有一个条件，只要你愿意给我跪下来，再把我的鞋钱算时间应该也差不多了。操，时间到了！什么时间到了？是不是你给我们下跪的时间呢？据悉，专家在08号矿中检测出大量的金元素，这将是最值钱的矿山。开什么玩笑？那就是块废矿啊！专家居然在里面检测出了金元素，这广播坏了吧？这广播！但是这新闻广播应该不假呀，这还真被这小子瞎冒充成死耗子了吧？大量的金元素，那我们直接回本数10亿啊！李先生，谢谢你。沈小姐，不用客气啊，这个得谢谢你自己的选择。你这家伙肯定提前知道了什么消息，结果你自己给隐瞒了起来，是不是？凭什么呀？这么好的机会都被你给捡漏了。难道不是陈先生自己看不上吗？这怪得了谁啊？确实是陈少没看上，也没想到陈少也是那种输不起的人呢。明明他手里还有一个项目，本少怎么会是那种输不起的人呢？本少手里的1号矿最值钱，就算你捡漏，你也永远都倒不够啊！李高远，陈少说的对，这李高远永远是您的脚下泥。可惜啊，做梦的是你吧？我市发生特大山体崩塌，万幸集中在未开发的1号矿，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搜查工作还在进行当中。怎么可能？咱们市从来没有发生过山体崩塌的事故啊！这1号矿怎么办？刚刚拍下，这岂不是血本无归了吗？我不是说过了吗？这块地啊，很有可能坍塌。李先生，你果然是料事如神。哎，料事如神算不上，顶多是有远见。怎么，刚刚不是自信满满吗？现在怎么都不说话了？怎么可能？我几乎把陈家所有的家产都给赔进去了。陈少，您先冷静冷静，说不定一会儿还有转机呢，是不是？我去你妈的！要不是你的教唆，我怎么可能会孤注一掷？我这可是为你好啊！去你妈的，为我好！李高远，你救救我！李高远，我给你当板凳，我给你当板凳什么呀？就陈明啊，他肯定不会放过我的呀！这该死的家伙！陈少，这个合作的事儿，要不然我看还是算了吧。就是呀，陈少，你看我们的钱就别浪费了吧。刚才明明是你们求着我合作的，现在你们凭什么要反悔？又没签合同，谈什么合同啊？你还是好好想想，怎么支付了6000万？6000万，几乎是陈家全部的家产，完了，一切都完了。陈少，要不是你怂恿我，我不可能把这扔进去，这都怪你，要不是你，要不是你，你不会喝到这些火的吧你啊！沈小姐，那就恭喜了，用100万换了个上百亿的矿产项目。李先生说的对，毕竟是块人人都看不上的废物。高远，你给我等着！我去你妈！李先生，刚才实在不好意思，请您务必允许我们跟您合作呀！我愿意出1000万投资。还有我，对不起啊，李先生，能否给我们一个合作的名额呀？对呀，对，回见吧。沈小姐，陈少，你冷静冷静。我认识一个国外的富商，人家资产过亿，到时候有了他的帮忙，就一定能压过李高远。什么事儿？行长，我们行
是不是有人60倍杠杆进入原油期货市场了？不到2天的时间就全部赔光了。我就说嘛，这小子成不了大事儿。不，行长，北京最大的西门子油田起火，现在原油涨疯了。什么？现在这位先生的总资产已经超过46亿，已然成为我大夏排名前10的顶级富豪。先生，果然是日东呼凤，终究是我鼠目寸光了。妈妈，小雪想爸爸了，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妈妈也不知道，要不小雪先吃饭吧。可是小雪想等爸爸一起回来吃饭。唉，这应酬太累了，也不让娘俩睡了。老婆，我回来了。小雪睡着了。你怎么每天都回来这么晚啊？我跟小雪都会担心你的。你干嘛呀？不是说要不找你了吗？这孩子也在这儿。咱家房间多吗？员外，厂长，您来了，你们快坐。哎，别客气了，我正准备找你汇报呢。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我们厂子今年的营收就要破亿了。哎呀，但是我今天不是跟你聊这事儿的啊。我想建一个生产保健品的厂，还是你来负责。保健品？你准备加盟别的公司？哎，我想做一个自己的品牌，名字我都想好了，叫老大师。可是这亲戚邻居们如果买，也会买大品牌呀，新品牌很难火的。我是怕你砸进去的钱石沉大海呀。高远，杨哥说的有道理，你再好好考虑考虑。他要是万一……没有万一啊，媳妇儿，你男人一路走来，什么时候头拜上？当年那位可是砸了6000万冠名嘉年华晚会，成为嘉年华第1位标王，一跃成为大项首富。而这一次标王是我李高远。烟台这次招商品牌一共13个，最高品牌费用150万，总计招商820万元，距离台里定的2000万的目标还有不小的差距，这可如何是好呢？各位老板，现在台里还有不少的广告位，不知道哪位还能在……烟台，我们可是看在老朋友的面子上，才过来给您捧个场。烟台，我这投了100万，已经够意思了，这再多怕是说不过去了吧？烟台呀，我看你还是想想其他办法，你总不能就薅着我们几个人吧？就是，这广告费不少花，谁知道有没有效果？我看这钱80%是要打水漂。烟台外面有位名叫李高远的先生找您。谁？李高远先生，快请他进来。沈少，这货怎么又来了？严秘书，你好，李先生，好久不见。哎，这位是？这是我媳妇儿。你好，李夫人。来，快坐吧。其实这次来呢，我也不为别的，就听说严秘书这不调任台长了，看来之后啊，叫您严台了。李先生，别跟我客套了，我现在正愁得焦头烂额呢。严台啊，你要是遇到什么麻烦，一定得开口，只要是我李高远能办到，眉头绝对不皱一下。李先生，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实不相瞒，台里正在对嘉年华晚会的广告招标，目前还有不小的缺口。原来如此啊，那我这也不藏着掖着了，8千万独家冠名本次的嘉年华晚会。李高远啊，你能不能别逗我们笑啊？这次嘉年华晚会总共的广告目标才2000万，你投8000万，你脑子进水了吧？李高远，你把这儿当什么地方？玩笑可不是这样开的呀！严台，我这个人呢，从来不说大话。8千，只要你点头，钱立马到账。你要出8000万，我们立马撤广告。
我也吃。李高远，你要真舍得砸下这8000万，我们都敬你是条汉子。李先生，您可千万别冲动呀！一群井底之蛙。嘉年华晚会之后，脑大师将火遍大江南北。严台，希望这次我们合作。 8000万，李先生，您真没有开玩笑。老公，你再好好想想，这可是8000万呢。哎呀，媳妇儿，你相信老公啊。李高远，你还真是个傻子呀！李高远，一个小小的广告，你就要投8000万呀？我看你是刚拿到金矿飘了呀？8000万很多吗？忘了告诉你们，我前几天买的原油期货刚刚到账，成点不多，也就几十个亿。吹牛逼谁不会吹呀？就是，我还说我有几百亿呢。严台，咱们该签合同了吧？李先生，你可真是解了我的燃眉之急，以后有用得上我的地方，尽管开口。8000万，这下我在台里的位子总算稳了。严台，你太客气了。这次合作我只有一个要求，广告词只用“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只收大师。没问题，李先生，一切按您的要求来。好，李高远，这次你要不赔个底儿朝天，本少就叫你一声爹。你等着赔的哭爹喊娘吧。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只收脑大师。是脑大师吧？感谢大家的热情，我们的产品太火爆了，不要争，不要抢，每人限购1份。来排队。哟，最近推出了什么新产品吗？怎么卖这么火爆啊？那肯定是咱们陈家新推出的产品啊！陈家威名在外，哪里用得着像李高远花了8000万砸在广告费上呀？像李高远那样的废物，他也就是运气好，身价翻了几倍。这回他投8000万，绝对血本无归。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只收脑大师。你们这抢什么呢？当然是脑大师啊，都卖断货了，别抢了位置，到后面排队。陈总，原来他们买的是脑大师，不是咱们陈家的产品啊！废话，那都不是烧耳聋吗？今年嘉年华晚会你没看吗？脑大师可出名了。对吧？这怎么会呢？这李高远，爸爸，我害怕。你们大过年的不在家好好待着，找我干嘛呀？拜年啊？我家才不需要你们拜年呢。哎呦，不好意思，没带红包。李高远，你别给我得寸进尺啊你！李高远，我看你是活腻歪了是吧？得寸进尺？不是你说要叫我爹的吗？哪有大过年的当爹的不给儿子准备红包的？爸爸，我不想要这个哥哥，他看起来好凶呀。李高远，你怎么找死？哎呦，陈少就是嘴硬啊！不但下跪叫爹的，还行这么大礼。你，哎，陈少，你没事吧？陈少，滚呐！李高远，你行，本少要让你吃不了兜着走。爸爸，小雪不想要其他的哥哥了。好，不要期待。厂长，哦不，应该叫你李总了。嘉年华晚会以后，咱们公司的销售额达到了惊人的50亿啊！这可比想象中的多啊！而且还有好多厂家持续订购，有几笔过亿的定金直接转到咱们公司的账户上了。杨哥啊，这段时间可真辛苦你。哎呀，不辛苦。这是我单独给你发的年终奖。哎呀，这可使不得呀，李总，怎么还客气上了？怎么，作为即将上市公司的副总经理，这点钱算什么？咱们公司要上市啊！我们公司不但要上市，我还要领着大家走向国际，做国际巨头。哎呦，太好了！小雪呀，要吃饱，长大以后呀，才能像爸爸一样强大。张口喂你。
爸爸，我也要。好，给你加块大的啊！来啊，嘿嘿嘿，好吃吧？哎，媳妇儿，过2天我要去趟国外，到时候你跟小雪跟我一起啊。最近正好是水果公司资金危机的时候，只要我能抓住这个机会，世界第一科技公司就是我李高远的。OK， 既然还不上钱，那我就能拆了你们身体器官出来，回家办。马克先生，求求你饶了我们吧，饶了我们吧！马克先生，都是李高远坏了我们的好事啊！那勺子我自然处理，但你们也没有留在这个世上的必要。不，马克先生，没有人比我们更了解那个李高远，求求您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好，那我先留着你们2个人的聪明，让你们2个好好看看我是如何玩死李高远的。最近我们给水果公司施压，水果公司已经面临破产清算了。好 ，Let's go， 现在跟我一起去。老公，你带我们来这里干什么呀？你老公我呀，要造一个能装在口袋里的长大，我给他取名叫手机。天天这点虚假玩意。走。Is the company are working so hard to build going to bankruptcy and liquidation？ 这位先生，我们这里不欢迎大侠了。你怎么说话呢？我告诉你啊，我是来你们公司帮你们公司渡过难关的。你要这个态度，我去找别的公司。Sir, please wait. You said you could help my company through crisis. Is that true? 乔先生，他们是贫穷的大夏人，不是我国人。爸爸，我不喜欢这个公司，我们走吧。行，我们回家。You're fired. I'm very sorry, sir. Please forget about it, Miss. I'm very sorry. 小雪，你看人家都这么有诚意了，你别生气了。爸爸都这么说了，那我就原谅他吧。这个。Let's go to office. Sir, please sit down. Sir, are you willing to invest in food company? Because the company's current situation, crisis, is more serious. It's hard to get through. Over 50 million. 这里呢有1亿美金，$100 million。I don't know. What's your name? 我姓李，我可以给你这1亿，但是我要成为水果公司最大。 No problem. Of course.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由马克先生出手收购水果公司，还不是手到擒来？跟着马克先生，哪怕只是学到点皮毛，对付李高远的废物，那也绰绰有余。当我收购了水果公司，有的是时间陪他好好玩。哦，李高远，你怎么在这儿？还不快滚！知道我旁边站的是谁吗？马克先生是全球富豪榜前10的富豪，即将是水果公司的最大股东。没有马克先生的邀请，你也敢踏足水果公司？李高远，不想马克先生把你们一家都赶出去吧？还不快滚！要离开的是你们，我爸爸才是水果公司的股东。小朋友，开玩笑一点都不好笑。你爸只是大夏的一个普通商人，还想成为水果公司的最大股东，找不到！李高远，咱们你养的这个小子和你一样不要脸。你们这些坏人，不许说我爸爸。小雪，小雪，想不想看妈妈打坏人？想。那你和妈妈就在边上看戏啊。那还真不好意思了。现在水果公司的股东还真的就是我李高远。冤屈的败纸，马克先生耗费了大量的财力，才将水果公司逼至绝境。现在马上就收尾了。水果公司的主人只有一个，那就是马克先生。Who said you are the owner of a food company, Mark? I guess it's you, Mark. Secretly hurt me. So what if you know it? The fruit company is facing bankrupt and reorganization. Only I am willing to acquire it. Why don't you hand over your position to me? 就是，马克先生真是可怜你，你可不要不识好歹啊 Then you're a step too late. No, the largest shareholder of the company is Mr. Ye. What did you say? Just now,
Mr. Lee invested 50 million and became the largest shareholder of a food company. 这是我爸爸的公司，我不欢迎你们。听见了没 Can't you have a lady? You are not welcome. Get up here！ 我为了打压水果公司，耗费了2亿美金，凭什么给你结婚？你可能是运气不太好吧？马克先生，不好了！就在刚刚，1亿美元注入水果公司，水果公司起死回生。你用来打压水果公司的2亿美元全都打水漂了。说什么？早就跟你说了，你又不信，现在信了。这该死的家伙，竟让我的2亿美元打了水漂！爸爸 ，Security， give him all of me！ 你等着，一个大小人跟上了我的声音，我一定会让你知道我马克的手段。李高远，你敢得罪马克先生，你完蛋了！李高远，肯定被马克先生清算。Mr. Lee, Mark will be terrible. You should have been this. You wanted to. Be careful. 乐趣找上门了，咱们就好好玩玩。杨哥，这是接下来我马上要投资的外国公司资料，你看一下。加多福、奈克迪斯、梅赛西斯，这要都投资的话，必然是一笔不菲的支出啊！杨哥，你老板我现在是缺钱的人？当然不是，那不就得了吗？杨哥，别心疼钱啊，机会啊，永远是留给做准备的人。老板说的是啊，那我这就去办。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看到这些享誉全球的企业被我收入囊中的那一天。李国阳刚跟我作对，收购了我计划那么久的水果公司，我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马克先生，您先息怒。这李高远诡计多端，我和陈少才会败在他手上。你的意思是我最后败在他的手上？马克先生，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我们这些英俊大小伙人，永远只有被我踩在脚底的伙儿。马克先生说的是。等着吧，不是收购一家公司就能走向其成。等我收购其他的公司，水果公司照样是我的。李高远得罪了你，只有死路一条。那就从加多夫开始好了。李总，加多福公司股价上涨，如果强行收购的话，会对我们造成上10亿美元的损失啊！继续收购。还有你说的之前几家公司也是一样的。我说了，继续收购。是。李总，不好了，之前收购的几家公司股价大跌，恐怕要破产清算了。哦，李总，再这样下去，咱们投资的几10亿美金都打水漂了呀！这茶香味真的，哎，给你来点茶呢。哎呀，高远兄弟啊，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思喝茶呀？什么时候？中午嘛。杨哥，我知道你是担心啊，但这股价起起伏伏的不是正常吗？李总，你就不怕咱们公司一夜之间破产吗？有什么好怕的？你看这茶，你这是什么意思呀？我的意思是，过不了多久，茶就会被泡，就像泡茶一样，事情啊就会迎来转机。李总啊，我觉得咱们还是抓紧开会，想想对策吧。喂，刚刚股市迎来反转，微软、沃尔玛这些公司股价纷纷回升，现在我们公司成了他们背后的最大控股方。你说什么？我们公司俨然成为全球前10的公司了，李总的财报暴涨，成为全球前10，甚至第1。啊！这茶泡得刚刚好。哎呀，这茶呀泡得刚刚好。怎么了？我脸上有东西？李总，您真是料事如神啊！所以说啊，不着急啊。不，我何德何能坐在您身边呀？刚才如果公司听了我的决策，恐怕要损失惨重啊！哎呀，杨哥，来，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我又怎么会怪你呢？李总，李高远，你完蛋了！李高远，我们马克先生亲自前来，你还不鞠躬迎接？算你是傻，
哎呀，这茶凉的是真快啊！看来是冬天冷了，人都犯困了。哎，杨哥，有空升级一下安保，不然什么阿猫阿狗的都能听。哎，你什么意思？马克先生，李高远这家伙竟然说我们是阿猫阿狗！马克先生，你可一定不能放过他呀！李高远，你公司都要完了，还在这儿小战？哦，我怎么不知道？我公司快要完了。谁让你得罪了马克先生？马克先生收购了国外不少上升势头正猛的公司，例如说什么加多福啊、梅赛西斯呀，马上就要完成垄断啦。一旦我完成了垄断，别人再次对水果公司形成包围的态势，就算你现在水果公司的股东，又能怎么样？你照样难逃我的法掌。届时不止水果公司，就连你力士集团也必然逼我收购。看来你很自信啊！我马上成立公司的老板，而你呢？我就给你两个选择：一，要么跪下给我磕头，求我饶你一命；第二，要么现在滚出去！你们这些家伙跑到我们老板公司，还想让我们老板下台，做梦！哎，杨哥，几个跳梁小丑而已。跳梁小丑，李高远，现在你才是那个跳梁小丑。李高远，你要是识相的话，就赶紧按照马克先生说的做，不然啊，没你好果子吃。是吗？可惜呀，被收购公司的不是我，是你马克。我给你个机会，交出你的公司，否则你就只会破产清算。李高远，你还想收购马克先生的公司啊？李高远，你做你他妈的春秋大梦呢吧？哎呀，快破产了，某些人不知道呢。李高远，抱歉的是你啊，你真是大言不惭。李高远，马克先生的公司历经3代，早就成了漂亮国的第1龙头企业。马克先生的资产更是常年位于全球富豪榜前10，而你呀，就凭借你那微薄的运气，拿下了大夏前10。不过那又怎么样呢？比上我们马克先生啊，还是云泥之别。于总，只要您一声令下，我立马把这些嚣张的东西赶出去。哎呀，杨哥，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性子不要长气，没事多喝喝茶。你还想赶我们走？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李高远，赶紧把你的公司交出来，别让我们马克先生亲自动手啊！李高远，我就给你3分钟，3分钟以后滚出去。给你3秒钟，跪下跟我道歉，我还有余地。好啊，我倒要看看你这个云拳大杀人，怎么放过我？3，你就等着吧。2，李高远，你还真是的愚蠢的可怕呀你！1，这时间到了，我怎么没见发生什么呀？啊，李高远，你就是个只会说大话的废物。既然如此，别怪我。给我收购了这家历史公司，把这个李高远赶出去。这茶也凉了，也没必要喝。boss， 不好了，我们之前收购的所有公司都被人捷足先登了。你说什么？在我之前被别人收购了？那我们去收购别的公司。难道我们公司的财力收购几家公司很难吗？可是 boss， 说话。不只是我们要收购的那几家公司，之前所有您评估过具有收购潜能的公司都被纳入别的公司名下了。你说什么？经过查明，收购公司的除了同一人之上，后台老板正是李高远，也就是张毅先生。你说什么？所有公司都被李高远收购？这怎么可能？就连我都没有这个财力收购所有我看好的公司。这个卑劣的大虾人怎么捷足先登？而且财力充足的。秘书小姐，你是不是搞错了什么？李高远，连马克先生都办不到的事儿，你怎么可能能轻易办到？你这老外做不到的事情，我们李总做到很难吗？你本来不是没有机会，但是你败不做事，总喜欢瞻前顾后，给自己留余地。下站，胆小如鼠，心如蛇蝎，这刻在骨子里的卑劣，怎么比得上我大夏人？快给我想办法去收购，去围堵！我还不相信。
我还比不过李高燕。可是 boss， 我们公司资金往外大量投出，却无回报，资产已经被银行强行冻结了。你说什么？马上我们公司会面临破产清算，我赶到大厦只是为了在公司完全倒闭之前辞职。我家3代置业短短不到3天就让黑水一口，都是因为李高远，都是因为这个家伙。马克先生，你一定还有别的办法，对不对？你快教训李高远，你教训他！师弟，都是我的错，我不该听这2个家伙得罪你，请你放我一条生路啊！马克先生，你这翻脸翻的比书还快。刚刚我记得你可不是这个态度。都是我有眼不识泰山，求求你李先生，不要把我滚出去公司，我只有公司了。活该！都是他们2个人教唆，不然我也不会针对李先生做出这么愚蠢的事情。不是因为我，李先生，都是因为许成。要不是因为他，我怎么可能会针对你？求你放我一马，你一定不能放过他。不是的，高远，念在我们曾经是同学的份上，求求您饶过我，求求您饶过我。哦，如果是你这么彻底的事，你能放过我吗？一个曾经害我妻离子散的家伙。我就是许大少，你们还不过来欢迎？谁让我是咱们所有同学当中最尊贵？局长，谁不知道你8年前就破产？你身上这身衣服，估计是攒了好几个月工资从二手市场淘来的吧？谁让你有眼无珠得罪了世界首富李高远先生？你呀，活该！不是，没有李高远，我还是徐大少。你们应该尊敬的是我才对。局长，你快滚吧，可别影响了李先生的心情啊！8年时间，李先生稳坐首富，成就了商业。我们虽然只是同学，但也得跟着沾光呀。我们等的只有李先生一个人。这一个个见利忘义的小人，你们也不想想，当初是谁接济的你们？你那也叫接济？你根本没把我们当人看。好了，别跟他废话，让他赶紧走。你别过来！我也是你们的同学，凭什么赶我走？还不快滚！该死的穷鬼！哟，各位，这么热闹啊！这么热闹啊！高远，哦不，李先生一定是处理事务很忙吧，才会这么晚过来。大家都在好好等您，您没到，我们绝对没有开始这慈善晚会的意思。都在等我？当然。李高远，你让所有同学等了你这么久，你难道不应该道歉吗？许成，你居然还好意思出现呀？我可是许大少，我凭什么不能出现？你可以出现，只是我不开心而已。那我就是要出现，我膈应死你！许成，你怎么敢和李先生这么说话？李先生放心，我们这就跟他走，绝对不会让他在这儿耽误您的心情。你想干什么？你明知道是他李高远，你们凭什么赶我走呀？从你得罪李先生那一刻起，你就不该出现在这儿。我从前也是徐家大少，你能不能教训我呀？李高远，我恨你！哎呀，终于安静了，辛苦你们2个了。不，能为李先生效劳呀，是我们的荣幸。那既然如此，慈善晚会可以开始了。不用这么客气，咱们都是老同学啊。李先生，我们也是为了表达我们之间深刻的友情嘛。既然大家这么热情，那我就不客气了。李先生，其实我这里有一个项目，但是找不到人投资，是关于服装的。李先生，你先听我说，我这有一个发展更好的项目，是做旅游村。哎，今天啊，咱们是慈善晚会，所以啊，咱们还是以慈善为主。是我们考虑不周，李先生当真是高义啊！快，咱们也别耽误了慈善晚会的进度。既然如此，那就大家各凭本事吧。李先生真是，说不定李先生就是在考验我，谁捐的多，谁就能和李先生合作。这种地方来就行了，谁愿意捐钱？可是这是唯一能和李先生搭上的机会。哎，高远，你真准备给他们投啊？再观察观察吧。杨哥，你看我这么多年一直在打拼，钱也挣够了，剩下的时间我想陪陪老婆和孩子，所以公司的事情交给你了。
不是高远，我恐怕不行啊，就这么定了啊。那好，既然如此，我捐50万，我捐100万，你太过分了！李先生说了，谁捐的多，谁就能和李先生合作。我捐200万，我捐300万，我捐500万，只求一个能和李先生合作的机会。1000万，我捐1000万。哎，李先生，您看我这，我可没跟你说谁投钱多我就跟谁合作。各位，李先生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李先生要捐500万？我要捐5万做小学。 5万做希望小学，李先生真有魄力，李先生大义呀！大义算不上啊，就5万做小学而已，之后啊会更多。而且啊，我们这些企业家能有今天的成就，全是靠着国家的资源和政策。我们要回馈给人民，回馈给国家，所以啊，这点贡献不算什么。李先生说的对，李先生真是大义。 不愧能有如此的成就，我们应该跟随李先生的脚步，多为国家、为百姓做点贡献。李先生，我这次捐了1000万，您看我这……哎，我今天来的目的啊，就是贡献一些自己的力量，所以说大家还是多做做慈善吧。我捐10万本书，我愿捐赠100万本，全力支持李先生。沈总，你怎么来了？我听说李先生在这里办慈善晚宴，特地前来捧个场。那就多谢了啊。哎，你之后什么安排？我计划去国外学习一段时间，学习国外的先进的商业模式。好这儿，行，那就祝你一路平安。我们在这里等你回来。不好意思，我来晚了。李先生，这是我连夜做出来的报告，您是否？我这个是数字货币。 你从上学的时候就一堆乱七八糟的想法，什么数字货币？你以为李先生看得上你这些玩意儿？哎，云腾，这个项目我李高远投了，你记住，你是第一个让我用10秒说 yes。妈，我要在饺子里面包硬币，希望我们一家团团圆圆。那当然啦，我们一家肯定得团团圆圆。妈，看我包怎么样？我姑娘包的饺子啊，真好看。妈，你怎么哭了？啊，妈没事儿，妈就是觉得太幸福了，幸福的像做梦一样。谁让你有一个好老公，我有个好爸爸呢？妈，今天除夕，爸怎么还没回来？高远，爸，爸，你回来了！当然要回来了。除夕夜，我们一家要团圆。 人生不能重来，珍惜眼前人。